你，就是你，此刻正在呼吸、思考、看着這段文字的你。你是地球上80多億人口中的一員。你每天走過街道，穿過人群，坐在房間裡，看着手機、電腦、窗外的天空，你可能會覺得，這就是世界。一座城市已經很大，一個國家已經很遠，一整顆地球更是大到讓人一輩子都走不完。可是，請你先記住一件事：我們所熟悉的一切，家、道路、海洋、山脈、城市、國界，所有這些加起來，在宇宙面前，幾乎連一粒塵埃都算不上。我們的星球圍繞着一顆恆星運轉，我們叫它太陽。太陽看起來獨一無二，因為它給了我們白天，給了我們溫暖，也給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生命最初的能量。但在銀河系裡，太陽並不特殊，它只是估計10000億到4000億顆恆星中的一顆普通的星，不算最大，也不算最亮，只是剛好離我們足夠近，剛好穩定了足夠久，讓地球有時間長出海洋、森林、恐龍、人類，以及此刻正在仰望宇宙的我們。那銀河系呢？銀河系是不是已經大到無法再大？也不是，銀河系也只是宇宙中大約2兆個星系中的一個。2兆，這個數字大到什麼程度？如果你每秒數一個星系，不吃飯，不睡覺，不停下來，從現在開始數，要數完2兆個，也需要6萬多年。而這些，還只是我們目前能觀測到的範圍。整個可觀測宇宙的直徑，大約是930億光年。停一下，930億光年，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壯觀，但也很奇怪，因為我們常聽到另一個數字，宇宙大約誕生於138億年前。問題就來了，如果宇宙只有138億歲，那它的直徑怎麼會有930億光年？光一年只能走1光年，那最遠的光，不是最多只能走138億光年嗎？再怎麼算，直徑也不應該超過276億光年。可是科學家卻告訴我們，可觀測宇宙的直徑是930億光年。這聽起來就像哪裡算錯了？是愛因斯坦錯了？是光速限制失效了？還是我們對宇宙的理解，從一開始就漏掉了最關鍵的一件事？今天，我們就從一個人開始，一步一步把鏡頭拉遠，直到抵達現實的邊緣，然後再回頭解開這個看似不可能的謎題。要理解宇宙有多大，我們不能一開始就談光年，太抽象了。我們先從自己開始。一個普通人的身高，大約在1.5公尺到1.8公尺之間，這是我們最熟悉的尺度。一張桌子，一間房，一條街，一棟樓。我們用腳步理解距離，用時間感受空間。走到便利商店，可能5分鐘；開車到另一座城市，可能幾個小時；搭飛機跨越一片海洋，也許10幾個小時。這就是人類感官裡的世界，它有邊界，有方向，有距離，也有回家的路。可是現在，鏡頭開始後退，你站在地球表面，腳下的土地看似平坦，但其實你站在一顆巨大的球體上。地球的直徑接近13000公里，赤道一圈大約4萬公里。假設你開着一輛車，時速100公里，不堵車，不停車，不吃飯，不睡覺，一直沿着赤道往前開，你需要超過16天。才能繞地球一圈，16天，這還只是地球的一條腰線，而地球上有高山，有深海，有冰原，有沙漠，有無數我們一生都不會踏足的角落。對人類來說，地球已經巨大的不可思議。我們在這顆星球上建造城市，劃分國界，爭奪土地，仿佛這就是全部的舞台。可是，從宇宙的視角看，
地球只是開場前的一盞小燈，真正的尺度才剛剛開始。現在，我們離開地球，抬頭看夜空，你會看到月亮，它像一盞安靜的燈，掛在黑暗裡，有時圓滿，有時殘缺。幾千年來，人類為它寫詩，為它計時，也把它當成最親近的天體鄰居。照片裡，月球看起來好像就在旁邊，但它不是。月球距離地球平均約384.400公里，這個距離大到什麼程度？我們換一種說法，地球和月球之間的空隙，可以塞下大約30顆地球，不是30個城市，不是30個國家，是30顆完整的地球，排成一列，還能勉強放得下。你以為月亮掛在天邊，其實它遠在一片深邃的黑暗之外。阿波羅太空人曾經飛到那裡，那是人類歷史上最震撼的旅程之一。他們乘坐火箭離開地球，穿過空寂的太空，大約花了3天才抵達月球附近。3天對火箭來說已經很快，但如果換成你剛才那輛時速100公里的車呢？不休息，不停歇，不加油，不爆胎，你要開5個多月才能抵達月球。想象一下，5個月裡，你回頭看，地球一開始像一面巨大的藍色牆壁，慢慢變成一顆發光的圓球，再變成一枚藍白相間的彈珠，最後變成黑暗中一個細小的藍點。那裡有你認識的所有人，有你的童年，你的家，你聽過的所有聲音，你愛過和失去過的一切，全都縮在那一點藍光裡，而我們甚至還沒有真正離開宇宙的門口。接下來，汽車這個比喻已經不夠用了，因為宇宙太大，公里這個單位會很快失去意義。我們需要一把新的尺，這把尺叫光速。光速大約是每秒30萬公里，1秒鐘，光就能繞地球赤道7圈半。從月球發出的光抵達地球只需要1秒多一點，所以我們可以說，月球距離我們大約1.3光秒。聽起來是不是突然近了？剛才還要開車5個月的距離，對光來說不過是1秒多。這就是宇宙尺度的殘酷之處。當你以為自己已經走得很遠，只是因為你走得太慢。現在，讓我們把目光投向太陽。太陽距離地球大約1.5億公里，這個距離，光需要8分20秒才能穿過。也就是說，我們此刻看到的太陽，並不是現在的太陽，而是8分20秒之前的太陽。如果太陽在這一刻突然消失，地球上的我們不會立刻知道。天空仍然明亮，陽光仍然灑在窗台上，鳥仍然飛過樹梢，你甚至還能感受到臉上的溫暖。直到8分20秒之後，黑暗才會抵達。這不是科幻，這是光速帶來的現實。我們看到的宇宙，永遠不是現在的宇宙。我們看到的是過去。月亮是1秒多以前的月亮，太陽是8分鐘前的太陽，而遙遠星系的光，可能是幾十億年前出發的。當它抵達我們眼中時，那個星系也許早已變了模樣，甚至已經不在原來的位置。現在繼續往外，太陽不是太陽系的全部，它只是中心，圍繞它運行的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有巨大的木星和土星，有寒冷的天王星和海王星。海王星是距離太陽最遠的主要行星，它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約45億公里。光從太陽出發，到達海王星，大約需要4小時10分鐘。也就是說，在海王星上看到的太陽，不是8分鐘前的太陽，而是4個多小時前的太陽。而且在那裡，太陽不再像地球天空中這樣耀眼，它只是一顆特別明亮的星，寒冷、遙遠、孤獨。再往外是柯伊伯帶，那裡有冥王星，也有無數冰冷的小天體。
向太陽系邊緣散落的碎片。再往外，更遠的地方，可能存在着奧爾特雲。它是一個巨大的冰質天體雲團，像一個稀薄的外殼，包裹着整個太陽系。很多長周期彗星可能就來自那裡。它們沉睡在黑暗深處，某一天被引力輕輕推了一下，便開始向內墜落，穿過數十億公里，成為夜空中帶着尾巴的訪客。奧爾特雲大到什麼程度？光要穿過這片區域，可能需要1到2年的時間。1年對人類來說是4季更替，是一次生日，是春天到冬天。對光來說，卻只是穿越太陽系邊緣的一段路。1光年約等於9.5兆公里，這個數字已經超出直覺。你不是無法想象，是人類的大腦根本不是為了想象這種距離而演化出來的。我們擅長判斷一隻野獸有多近，一條河有多寬，一座山有多高，但我們不擅長理解9.5兆公里。而我們的太陽系已經大到光都需要數年才可能穿越它的外圍。可接下來你會發現，這個龐大的太陽系在星際尺度上小得令人心裡發涼。我們需要一艘更快的船。人類建造過速度最快的物體之一是帕克太陽探測器。它靠近太陽時，最高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約69萬公里。這個速度放在地球上幾乎像神話，1小時可以繞地球10幾圈。可是，讓我們把它對準距離太陽最近的恆星——毗鄰星，它距離我們大約4.25光年，聽起來不遠，只有4.25。可是這個年是光速走1年，而帕克太陽探測器雖然快，卻遠遠比不上光。如果讓它一路飛向毗鄰星，不減速，不轉向，不出故障，它大約需要6700年才能抵達。6700年，這意味着，如果在古埃及金字塔尚未完全成為歷史之前，我們就發射了一艘這樣的探測器，它到今天可能還沒有抵達最近的恆星。王朝會興起，語言會改變，城市會被建造，又被沙漠吞沒。宗教、文明、帝國、科技會一代又一代更替，而那個小小的探測器仍然在黑暗中前進。前方沒有風景，沒有路標，沒有港口，只有極其稀薄的物質和漫長到幾乎失去意義的寂靜。這就是星際旅行，不是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不是從地球到月球，而是從一座孤島前往黑暗海洋中的另一點火光。恆星之間的空間並不完全是空的，那裡有稀薄的氣體，有塵埃，有磁場，有宇宙射線，但對我們的感官來說，那幾乎就是一片無邊無際的虛無。太陽系在其中只是一個微小、溫暖、孤獨的泡泡，而下一顆恆星看起來近在宇宙地圖上，實際卻遠得近乎荒謬。現在，鏡頭再拉遠，太陽和毗鄰星只是銀河系裡數千億顆恆星中的2顆。所有這些恆星都被引力牽引，組成了一個巨大的漩渦結構。它就是我們的星系——銀河系。銀河系裡到底有多少顆星？目前估計大約在1000億到4000億顆之間。我們可以暫時取一個中間值，2000億顆。2000億顆太陽，有些比太陽小，暗淡而長壽；有些比太陽大，明亮卻短命。有些恆星旁邊也有行星，有些行星可能像木星一樣巨大，有些可能像地球一樣是岩石世界，有些可能被冰封，有些可能被火焰灼燒。在這些世界裡，有沒有另一個海洋？有沒有另一片天空？有沒有某種生命也在抬頭仰望他們自己的星空？我們不知道，但數字已經大到讓人無法平靜。光是我們所在的銀河系，就有數千億顆恆星，而整個人類歷史上曾經活過的人數，也只是這個數字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銀河系裡的恆星多到足以讓每一個曾經來過地球的人都分到不止一顆。那銀河系到底有多大？它的主盤直徑大約10萬光年，光從銀河系一端出發，穿過整個星系盤到另一端，要走10萬年。10萬年以前，地球上的智人還在漫長的史前時代中生存。那時候，沒有城市，沒有文字，沒有農業，也沒有我們今天理解的文明。而一束光在銀河系裡橫穿一次，就要走過這麼長的時間。我們再換一個比喻，如果把整個太陽系縮小到一枚硬幣那麼大，那銀河系就差不多有北美洲那麼寬。你剛才覺得飛到毗鄰星需要6700年，已經遠得不可思議，但在銀河系尺度上，那只是一小步，像是在一片大陸上，從一粒沙走到另一粒沙。當你在晴朗的夜晚仰望天空，看到一顆顆星星，它們幾乎全部都屬於銀河系。那條橫跨夜空、淡淡發白的光帶，就是銀河。它不是雲，不是霧，也不是天空的裂縫，那是你沿着銀河系盤面看出去時，看到了無數恆星共同發出的光。太遠了，太多了，多到單顆恆星的光混在一起，變成一條蒼白的河。我們的太陽位於銀河系的一條懸臂上，距離銀河系中心大約27000光年。我們不在中心，我們在郊區，在一條相對安靜的懸臂邊緣，圍繞着銀河系中心慢慢運行。太陽繞銀河系中心一圈，大約需要2.5億年。也就是說，地球跟着太陽繞銀河系公轉一次。恐龍從崛起到消失，人類從未出現到開始仰望星空，整個生命史都能被這個巨大的週期裝進去。上一次太陽系來到銀河軌道上的相近位置時，恐龍才剛剛開始在地球上漫遊。那麼，這總該夠大了吧？一個擁有數千億顆恆星、直徑10萬光年的星系，這應該是宇宙裡最大的結構了吧？不是，差得很遠。銀河系並不是孤身一人，它只是本星系群中的一員。本星系群是一個由多個星系組成的小型家族，其中最著名的鄰居就是仙女座星系。仙女座星系比銀河系更大，距離我們大約250萬光年。250萬光年，你現在看到的仙女座星系的光，出發時，地球上還沒有現代人類文明。那時候，人類的祖先仍在漫長的演化道路上前進，而那束光穿越了250萬年，才落進我們的望遠鏡。更有意思的是，仙女座星系正在朝我們靠近，不是慢慢靠近，而是在宇宙尺度上穩定地向銀河系奔來。大約45億年後，銀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將發生碰撞並最終合併。但你不用想象成兩個煙火球迎面撞上，星系裡的恆星之間距離太遠了，真正直接相撞的恆星可能很少，更像是兩群幽靈穿過彼此，引力把它們拉扯、扭曲、重組，最終形成一個新的巨大星系。而那時候，太陽也已經走到生命晚期，地球是否還適合居住，都是另一個故事了。鏡頭繼續後退，本星系群本身橫跨數百萬光年，可它仍然只是更大結構的一小部分。這個更大的結構叫室女座超星系團，它包含100多個星系群和星系團，範圍大約1.1億光年。在這裡，星系已經不再像夜空裡孤立的亮點，它們開始成群結隊，像一座座城市，沿着看不見的引力道路分布。可是，這還不是終點。2014年，天文學家提出，我們所在的室女座超星系團，其實只是更大宇宙結構中的一個分支。這個更大的家園被命名為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 （Laniakea）， 意思是浩瀚的天堂。這個名字很美，也很準確。
拉尼亞凱亞的直徑大約 5.2 億光年，它包含約10萬個星系，總質量大約相當於10萬兆個太陽。請注意，這裡的單位已經不是行星，也不是恆星，而是星系。10萬個星系，每一個星系裡可能又有數十億、數千億顆恆星，而我們的銀河系只是其中之一。我們的太陽只是銀河系裡的一顆普通恆星，地球只是太陽旁邊的一顆小小岩石行星，而你和我只是這顆岩石星球表面一閃而過的生命。更奇妙的是，拉尼亞凱亞裡的這些星系並不是隨機漂浮，它們的運動似乎共同指向一個巨大引力方向，那個方向被稱為巨引源。我們看不見它的全部真面目，因為它位在天空中一個被銀河系塵埃遮擋的區域。但我們可以從星系的運動中感覺到它的存在，就像你看不見風，卻能看見草原一起低頭。在這個尺度上，整個星系都像塵埃，不是一顆星像塵埃，是一整個銀河系都像塵埃，而我們則是塵埃上的塵埃。那麼，還能再大嗎？可以。我們再做最後一次拉遠。從宇宙最大尺度來看，星系並不是均勻地灑在黑暗裡，它們組成了一種宏偉而複雜的結構，像網，像血管，像神經。這就是宇宙網。在宇宙網中，星系沿着細長的絲狀結構排列，有些地方星系密集，形成巨大的星系牆和星系團，有些地方則幾乎空無一物，形成龐大的宇宙空洞。這些空洞大到什麼程度？有些空洞跨越數千萬甚至上億光年。在那樣的地方，如果有一個文明誕生，他們的夜空可能會比我們的夜空更加孤獨。他們抬頭看，也許很難看到附近的星系，他們可能需要更久才能意識到宇宙裡還有別的龐大結構。宇宙網的亮點是超星系團，連接亮點的線是星系絲，而線與線之間的巨大黑暗就是宇宙空洞。如果把它畫出來，它看起來幾乎像大腦中的神經網絡。這個相似性很容易讓人震撼，但它不是因為宇宙真的在思考，而是因為自然界在不同尺度上常常會用相似的方式組織複雜系統。引力在宇宙裡拉出網絡，神經元在大腦裡連出意識，尺度不同，規律卻都令人着迷。現在我們觀察的尺度已經來到數十億光年，這時候看遠方這件事已經不只是看空間，更是在看時間。一個距離我們10億光年的星系，我們看到的是它10億年前的樣子；一個距離我們100億光年的星系，我們看到的是它在宇宙年輕時的模樣。望遠鏡不是普通的鏡子，它是一台時間機器，它收集的每一粒光子都是遠古宇宙寄來的信。有些光在地球還沒有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發，有些光在太陽系還不存在之前就開始穿越宇宙。它們一路飛行，穿過膨脹的空間，躲過星系的引力，跨過漫長的黑暗，最後在某一天落在我們的探測器上，變成一個訊號，一張影像，一行數據。然後人類坐在地球上，試着讀懂它，這就把我們帶到了視野的邊緣，也就是我們能看見的極限。宇宙的年齡是有限的，光速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宇宙也必然是有限的。來自更遠地方的光還沒有足夠的時間抵達我們，不是那裡一定不存在，而是那裡的消息還在路上。這個邊界就叫可觀測宇宙的邊界。它不是一堵牆，不是宇宙的盡頭，不是說再往外就什麼都沒有，它只是我們目前能看見的最遠地平線。就像你站在海邊，看見海平線，你知道海平線後面還有海，只是你的眼睛看不到。
宇宙也是如此。我們看到的不是整個宇宙，而是宇宙願意讓光抵達我們的那一部分。現在，最驚人的數字登場了。從我們這裡到可觀測宇宙的邊緣，在各個方向上，大約是465億光年。所以，可觀測宇宙的直徑大約是930億光年。而這時，我們必須踩下剎車，因為矛盾出現了。第一，宇宙大約誕生於138億年前。第二，可觀測宇宙的直徑大約是930億光年。這兩句話聽起來不可能同時成立。如果宇宙只有138億歲，光最多不就只能走138億光年嗎？那我們能看到的半徑最多就是138億光年，直徑最多就是276億光年。怎麼會突然變成930億光年？這是不是代表有東西跑得比光還快？是不是代表相對論被推翻了？是不是代表大爆炸理論出了問題？答案是，都不是。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星系跑得有多快，而在於星系之間的空間本身正在膨脹。這句話非常重要，不是星系像爆炸碎片一樣，在一個固定不变的空間裡向外飛散，而是承載星系的空間本身正在變大。宇宙不是一場發生在空間裡的爆炸，更像是空間本身的展開。我們可以用一根橡皮筋來想象，想象你手裡有一根長長的、有彈性的橡皮筋，你在橡皮筋上畫2個點，左邊的點是我們的銀河系，右邊很遠的點是一個古老而遙遠的星系。現在，有一隻螞蟻從右邊那個點開始往左邊爬，這隻螞蟻就是光子，它很努力，它始終用自己的最高速度往前走。但是，在它往前爬的同時，你開始拉長橡皮筋，於是2個點之間的距離不斷變大。螞蟻確實在前進，可是它腳下的路也在被拉長。它不是走錯了，也不是速度變慢了，而是終點在宇宙的拉伸中不斷遠離。現在，把橡皮筋換成宇宙空間，把螞蟻換成光子，把2個點換成星系，你就理解了930億光年的秘密。138億年前，一個光子從非常遙遠的早期宇宙出發。當它出發時，發出它的那片區域，距離我們今天所在的位置，並沒有現在那麼遠。光子一路向我們飛來，它從來沒有超過光速，它一直遵守宇宙的交通規則。但在這138億年裡，我們和那個遙遠星系之間的空間一直在膨脹。於是，當光子終於抵達我們的望遠鏡時，那個發出它的地方早已被膨脹的空間帶到了更遠處。今天，它可能已經距離我們大約465億光年。所以，光子走了138億年，但它的出發地如今卻在465億光年之外。這不是光子超速，也不是星系穿越空間時超過光速，而是空間本身在擴張。在相對論中，沒有任何物體能在局部空間中超過光速運動，但空間本身的膨脹不受這個限制的同樣約束。這聽起來很反直覺，因為我們平常的生活經驗裡，空間是舞台，桌子在房間裡移動，人在道路上行走，車在公路上前進。我們很少想象，道路本身會變長，房間本身會伸展，舞台本身會膨脹。可是宇宙就是這樣，星系在空間中運動，而空間本身也在帶着星系彼此遠離。這就是為什麼宇宙的年齡是138億年，而可觀測宇宙的直徑卻可以達到930億光年。那麼，是什麼讓宇宙變得這麼大？這裡還有一個更驚人的故事。科學家提出過一個理論，叫宇宙暴脹。他認為，在大爆炸後極其短暫的一瞬間，宇宙經歷了一場瘋狂的指數式膨脹。那不是普通的變大，不是氣球慢慢吹起來，
而是比我們能想象的任何膨脹都更猛烈。在極短的時間內，一個比原子還小的空間區域，可能被拉伸到遠遠超出原本尺度的大小。這場早期暴脹，就像替宇宙打開了第一道巨大的幕布，它讓宇宙變得極其平坦均勻，也為後來星系團、宇宙網的形成埋下初始的種子。暴脹結束後，宇宙並沒有停止膨脹，它繼續擴張，只是速度和方式改變了。更奇妙的是，今天的宇宙膨脹還在繼續，而且遙遠星系彼此遠離的速度似乎還在加快。科學家把這背後未知的推動因素稱為暗能量。我們知道它的效果，卻還不完全知道它的本質。換句話說，即使我們已經能算出可觀測宇宙有多大，能描述星系如何運動，能追溯早期宇宙的光，宇宙最深處仍然保留着沉默。它給我們答案，也留下更多問題。還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可觀測宇宙不等於整個宇宙，它只是我們能看到的部分。在可觀測宇宙之外，可能還有更多星系、更多星系团、更多我們永遠看不到的光，甚至整個宇宙可能是無限大的。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930億光年並不是宇宙的全部大小，它只是我們這一小片宇宙視野的直徑，只是站在地球這個位置上，我們目前能接收到光的最大範圍。如果宇宙是一片無邊大海，那可觀測宇宙只是我們船邊燈光照亮的一圈水面。水面之外不是不存在，只是黑暗還沒有把它交給我們。現在，讓我們回到起點。你，一個人，身高不到2公尺，站在一顆直徑13000公里的岩石星球上。這顆星球圍繞一顆普通恆星運行。這顆恆星位在銀河系郊區，距離銀河系中心27000光年。銀河系有數千億顆恆星，它又只是本星系群中的一員。本星系群只是室女座超星系團的一部分，室女座超星系團又只是拉尼亞凱亞超星系團的一個分支，而拉尼亞凱亞也只是宇宙網中的一個亮點。宇宙網之外，還有更遙遠的光，更古老的時間，更深的黑暗。這樣看，人類小得幾乎沒有分量。我們的生命只有短短幾十年，我們的文明只有幾千年，我們的科技時代甚至只是宇宙歷史裡一眨眼的瞬間。可是，這個故事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不只是宇宙巨大，而是我們居然能理解它。我們是由原子組成的生命，而這些原子很多誕生於早已死亡的恆星內部。你身體裡的碳、氧、鐵，可能都曾經在古老恆星的核心裡被鍛造。那些恆星燃燒、死亡、爆炸，把元素撒向宇宙。經過漫長時間，這些元素聚成新的恆星、新的行星，最後組成岩石、海洋、細胞和大腦。也就是說，宇宙不是站在我們之外的遠方，宇宙也在我們身體裡。我們不是旁觀者，我們是宇宙演化出來，用來認識自己的那一部分。一團由星辰組成的生命，坐在一顆小小的行星上，製造望遠鏡，寫下方程式，發射探測器，然後回頭詢問：我從哪裡來？宇宙有多大？時間從何開始？光的盡頭之外，還有什麼？這或許才是最不可思議的事。不是宇宙有930億光年那麼寬，而是在這片浩瀚之中，一個微小到幾乎可以忽略的物種，竟然學會了測量它。我們凝視黑暗，黑暗沒有沉默，它把遠古的光一點一點送到我們面前。於是我們知道，月球遠在1.3光秒之外，太陽是8分鐘前的太陽，最近的恆星要飛上數千年，銀河系寬達10萬光年，可觀測宇宙的邊緣遠在465億光年之外。而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空間本身正在膨脹。宇宙的邊緣
不是一堵牆，它是一道時間的地平線，那裡不是盡頭，只是目前為止最古老的光能抵達我們的地方。所以，當你下一次抬頭看夜空時，不要只把它看成一片黑，那不是空白，那是時間，是歷史，是無數恆星的火焰，是早已消失的世界留下的訊息，是宇宙把自己的過去悄悄送到你的眼前。你很小，真的很小，小到和星系、超星系团、宇宙網相比，幾乎沒有尺度可言。但你也很特別，因為你能知道自己的渺小，你能把目光從腳下的土地投向930億光年的遠方，你能在短短一生裡理解一個跨越138億年的故事，從一個人到月球，從月球到太陽，從太陽到銀河，從銀河到宇宙網，再從宇宙網回到你自己。這趟旅程的終點，不只是現實的邊緣，也是一種視角的誕生。它讓我們感到渺小，也讓我們明白自己屬於某個無比宏大的故事，而那個故事還在繼續膨脹。